到今天还会有人问说，你还用去上班吗？我就觉得工作很有劲，你就是想要去证明你自己，你要的是那种成就感。在巴黎节奏很慢，待了3个多月，2月24号回了上海，还有点没有反应过来那种快速的节奏感。这个房子搬进来是去年10月份，租的是一个平层。布置家其实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享受的过程。那个柱子300多斤，我就平推着，这个画都挂了整整1天。挂画的师傅说这个好像有点高，因为我身高比平常的人要高一点。我说我就要这种角度，我看着最舒服，我不是为了给客人看的。很多小的物件，这么多年里面的记忆的储存，一种呈现的方式。早上6点多就起床了，我7点半到健身房打拳的地方。这个是我坚持最久的一项运动。跟教练对打的时候，踢腿的那个时候，你要吼出来才能让整个人都很精神。1星期基本上保持2次吧，秀前有可能会3次，差不多10点之前就到公司了。以前因为要回来陪孩子嘛，现在回家可能比以前要晚一点了。我儿子小的时候都是跟着我，4个月就带着他拎个篮子就去纽约工作。现在10亚岁了，他天天篮球、足球，然后他会有喜欢的女孩，跟爸爸的那个时间更多，我两边飞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状态。我刚去北京的时候，我住在那种麦子店儿1居室，几个姑娘一起，那时候房租300块钱。我说那是99年，周末我们几个姑娘一起去买一顿水果，吃个饺子，那就是幸福。刚刚出道的时候，正好碰到2000年千禧年，要新的面孔，我正好就赶到这个风口上，从乡下做成了模特去了巴黎。如果要是按照现在的模特来，他们做的成绩是我永远达不到的。我从在不做模特，我做了很多事情，做过造型，帮杂志做拍摄，做活动，这一路都是在一个成长学习的过程。再往后30岁当妈妈的时候，它是人生一个转折点，想做我掌控的东西，就选择了做服装。创业初期呢，一腔热血，那时候送货还我自己开着车送到买手店的。我想的就是我肯定能做成，就是有那个感觉，很神奇。康莫啊，当时是我先生帮我起的，那个时候是特别流行日韩风、甜酷风嘛，那不是我喜欢的风格。我做的都是我自己喜欢穿的，在做的过程中，会了越来越觉得像我这样的大女主会占主导。我对穿着打扮是比较有要求的，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。今天要去开会啊什么，我一定是穿一套套装。要去商场啊谈判啊，稍微立一点吧，穿的太模特，大家会对你的身份会有一些觉得不认同感。觉得疲惫的时候，我一定涂一个大红的口红。我今天要采访，我会提前我去把头发染了，我昨天做了指甲，这个是对我职业的尊重。现在就是很发达了，整个社会它就进步了，所以得到快乐的代价也越来越高了。今天什么能让我快乐？可能看到团队的成长。现在女性自己的想法是更丰盈的，她并不是说一定要穿成我这个样子，更希望的是传达给大家的一种生活状态。像我一样敢于尝试，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或者事业。